沈博士，签下这份合约，你就将正式入职我们图书馆。你真的考虑好了吗？我签。我叫沈燕，清北大学古典文学博士。我本可以入职高校，做一名大学教授，最终我选择了来这座图书馆当管理员，因为他们给出了年薪1000万的天价薪酬。凡契皆虚，星诺为真。此约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虽百死而不弃。馆长，您这是？我们都错了吗？不是我们错了，是你错了，你错了，我们没错，没错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他是上一任图书馆管理员，在图书馆待了1夜，疯了。疯了！我们没错。我们图书馆存放的都是千年古籍，岁月弥久，古籍生灵，非有大学问且持心正者，必受书邪侵扰，轻则失智，重则癫狂，更有甚者，会连命都没有。你就吹吧，我读了一辈子的书，读到博士毕业，还从来没见过什么书籍通灵。这女人可太会胡扯了。你是文学博士，我希望你真读懂了书，身怀书卷气，镇得住古书里的邪祟。沈燕，谁？沈燕，我倒看看，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。大晚上的，在图书馆吓人，若让我逮到了，绝对给你好看。奇怪，这里也没有风，这书怎么就自己在翻动呢？沉寂已久的天地秩序也该换新了。邪魔现尸，结阵，诛魔！阵！你们也配桎梏于我？他不是普通邪魔，全员警戒！快，请求高阶支援！你们的力量根本镇不住我！什么东西？放开我！你听，他们在说话。后世之人，你们只把我们当成风月笑谈，你们不懂，你们根本不懂。这不是风月，这是人间。所有人退守外围防线，此地交由我牵制。队长，他实力强横，你独自根本挡不住。诗写男女，也写百姓；写相思，也写争议；写礼乐，也写民生。它不是你口中的怨毒，是先民的歌，是人间的声音。不可能！是谁在破我道金？诗300，
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。刚才是什么？我这是做梦了，还是出现幻觉了？一个人在这破地方，确实容易胡思乱想。我肯定是这几天值夜班，太累了。反正晚上图书馆也没人，先找个地方睡一会儿。消失了。队长，监测结果出来了，刚才那只邪魔是 S 级。S 级邪魔竟然被一击灭杀，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一击杀死这般强大的存在？这个世间难道有什么大能出事了吗？救治伤员，清点人数，封锁医院所有出口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今晚发生的一切绝不许外泄，违者按镇魔司最高条例处置。是。人心不古，礼崩乐坏，华夏文脉终有一日会断。谁在说话？后世之人，若无人在读，若无人在信，若无人在懂，我华夏文明还算活着吗？只要还有人愿意读，就不算断。天亮了，昨晚到底是梦，还是我真看见了什么？这地方真邪门。馆长，这是几2啊？3加4等于几？7。馆长，你有毛病吧？你竟然没事？我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怎么老指望我出事？昨晚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异常倒是有，这地方邪门的很。我昨晚好像听到有人喊我，后来又看到一本书自己翻页，不过后来就恢复正常了。我估计是太累了，一个人在鬼地方容易胡思乱想。再后来我就找了个地方睡了一觉。你睡着了？我不是故意偷懒，主要是太困了，而且晚上也没人来借书。你真的睡着了？馆长，我真没事。闭嘴！血压正常，心率正常，脑电波正常，精神反应也正常，各项指标都很健康。你看，我就说我没事吧。竟然真的没事。我看你才比较需要检查。馆长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在上班时间睡觉。年薪千万的工作就是不一样，睡个觉都要拉去体检，资本家看了都流泪。图书馆有规定，夜间绝不可在馆中入睡。你若想活得久一点，就不要再睡。明白，我保证以后晚上绝对不睡觉。我下班了，记住你说的话。队长，周边已经封锁，里面的人已全部撤离，但目标还在持续变异。
能直接吞魂。别靠近，先困住他。这魔阵困不住他，先封锁周边，不要贸然进攻。我已经禀报了上面，等上面来人救援吧。希望他别跑出来。晚上又没人来，还不能睡觉，这帮上的也太熬人了。既然是图书馆，找本书看看，总不算偷懒吧？《山海经》不对，这和外面流传的版本不一样。这才是真正的《山海经》。这图书馆里的古籍还真不简单。山川、草木、异兽、古国。原来《山海经》不是怪谈，它是在给未知的天地命名。队长，阵法快撑不住了，加固阵眼。这阵法在他面前跟纸糊的一样，不能让他跑出去。我来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普通邪魔，这是传说中的异兽，他太强大，我们杀不了。他有灵，除非能和他沟通安抚他，否则谁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和他拼了！外界只记得你吞魂，说你凶恶，说你不祥，可这段记载缺了前后文。你吞的不是生魂，是迷失不归的亡魂。你不是恶兽，你是守魂之兽。没人记得你的名字，没人知道你守的是什么，但我记下了。啊！他停下了。啊！谁干的？有人安抚了他。我连他一招都接不住，可那股力量竟然让他安静了。不是镇压，是安抚。对方知道他是什么，所以能让他离开。最近邪魔复苏太快了，再这样下去，镇魔司迟早挡不住。华夏有倾覆之忧，如果真有未知大能出世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，请他出山，守护华夏。头生独角，双翼残破，声如鹰啼。不是凶兽，是守魂。光看不行，得画下来。不对，不能只写吞魂，这样又误解他了。
如果把前后文补上，这段就通了。不是妖魔，不是邪祟，是先民记录未知时留下的名字。山为界，海为龟，昏迷不返，故有肉手之。怪了，看了一晚上书，怎么一点都不困？这书看着还真舒服，越看越精神。晚上看看书，这工作也没那么难熬。你在看书？上夜班太无聊了，我随便找本书看看，这总不违规吧？这是几？还来？这是2。7减3等于几？4。馆长，我只是看书，不是中邪。你真可以看书。这里不是图书馆吗？难道还不能看书吗？图书馆有规定，夜间不可在馆中看书。还有这规矩？白天看书是人看书，晚上看书是书看人。有这么悬吗？你若想找死，我也不拦你，那你就慢慢看。那我现在算没事吧？你若真能看懂，那便受益无穷。什么好处？你已经得到了。我得到什么了？馆长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想看就看。得了好处是你自己的，把自己玩死了，也怪不得别人。喂，沈燕，你这2天没出事吧？我能出什么事？你没听说吗？医院那边出怪事了，还有动物园，听说也出事了。医院和动物园出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普通事故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世道真变了。有人说医院里出现妖魔，动物园里也跑出怪兽，这怕不是妖魔现世啊！你少刷点乱七八糟的视频，哪有这种事？真的，我有个朋友的朋友就在医院附近，他说现场都被封了。我看啊，恐怕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。朋友的朋友，你这消息来源还挺硬。你别不信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上班。你一个清北博士，真跑去当图书管理员了？沈燕，人生苦短，别整天当书呆子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谁知道明天和妖魔哪个先来？行行行，你及时行乐，我认真上班。我说真的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知道了，世界末日前，我先把班上完。妖魔现世，世界末日，这小子小说看多了吧？还是看书舒服。守魂之兽。哦，那个，昨晚随手写的。
写的？对啊，看书嘛，写点读书笔记很正常吧？你知不知道，在这座图书馆里最不能做的事之一，就是写读书笔记。写读书笔记也违规？这图书馆到底还有什么不违规？在普通图书馆，笔记只是笔记，在这里不是。什么意思？你若没读懂，写下来的就是妄注，妄注会巫书，巫书会生邪，邪魔会吃了你。但你若真的读懂，你写下的字就能补全古籍残缺，甚至能替书中之灵证明。你昨晚写下的东西已经进了书里。进书里了？我就随手写了几句啊。随手写几句就能让山海经认下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文笔不错？意味着你不只可以看书，你还可能有资格著书。著书？读懂古籍只是第一步，能将理解写下来，被古籍承认才是真正难得。若你真能注释馆中的书，图书馆会给你记功。记功？对，这是好处。我们合同里没写这个。入职的时候只写了年薪1000万，可没写我要负责注释古籍，这是额外工作，得加钱。你知道注释古籍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，意味着工作量增加，而且你刚才也说了，写错会巫书，巫书会生邪，这明显是高危工作。高危工作不该有高危补贴吗？你真是清北博士。正因为我是清北博士，所以合同意识比较强。好，注释一本书，给你100万。一本100万？前提是古籍认可，胡写乱写1分没有。成交。注释一本古籍，经馆方确认后奖励100万元。这个馆方确认是谁确认？书确认。书怎么确认？他认你就有钱，他不认你就没有。这验收标准还挺玄学。你可以不签。签。祝你好运。一本100万，这活我熟啊。我好歹是清北古典文学博士，别的不好说，古书我是真看得懂。史记。队长，推算师许关兴到了。如果那位大能再出手，你能推测出他的位置吗？只要他再动用一次力量，我必定能找到他。城市档案馆出现妖魔暴动，现场多人失去记忆，引入疯癫，有人的名字正在从系统里消失。行动队立即出发，许关兴跟上。他是谁？我怎么不记得他了？他在吃人的名字，救人！开阵！我的刀气被抹掉了。名可抹，实可改，人可忘。不好，阵法记录被抹掉了。本纪、世家列传，还有刺客、游侠、商贾、医者、滑稽之事。不对，这些名字不能被抹掉。后世之人记得几个名字，史书不过胜利者书写，抹了又如何？史记不只为赢家，
他是在给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留下一道痕。忘了就是没了，无人再读，何必再记？史不是给死人看的，是给后人看的。人会死，名会旧，可只要史笔还在，就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来过。后世之人，你读史是为猎奇，还是为记人？为记人，也为让后来者知道我们从哪里来。那就记住，史可亡身，不可亡名。史可亡身，不可亡名。这鬼东西到底怎么打？不能只靠攻击，他不是在杀人，他在抹掉人的存在。队长的名字也在消失。不可能，谁在记他们？他出手了，那位大能出手了。名不可留，史不可传。消失了，是他的根被人补回去了。趁现在，我能算到旧城区。你看见了什么？旧城区里有东西挡住了天机，再往里算，我会死。那就不用算了，明天我们去旧城区找。史可亡身，不可亡名。写错会出事，但写对了100万。认了，100万，这可得留好，明天找馆长报账。昨晚又看书了。馆长，这个算不算一本？使者不只记兴亡，亦记人曾来过。史记认了，那就是100万。是。馆长，我今晚还能继续。你最好先想清楚，下一本书未必这么好说话。就是这里。可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一本100万，这工作真香。啊！刚才明明什么都没有。来图书馆看书的，进来吧。看书要先登记，名字写一下。陆兰。写错了。真魔司第3行动队队长，昨夜参与城市档案鬼魔祭事件。这登记册还挺智能的。拜见大能。别乱喊，我不是。先生，如今邪魔频出，华夏危急，请你出手救天下。我只是一名图书馆管理员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我有这么强吗？谁准你们在这里动手？我们没有恶意，
出去！现在，马上离开图书馆。秦馆长，外界邪魔频出，医院、动物园、档案馆已经死伤多人，华夏有倾覆之忧。我们只是想请你们出手，外面的事是镇魔司的职责，图书馆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那些邪魔似乎和这里有关。哼，马上离开。他的力量那么强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强的人。他就是昨晚出手的人。回去查一下这座图书馆的来历，还有里面的人。馆长，他们说的邪魔是真的。你眼下最重要的事，不是去关心外面的妖魔，是看书、注书。只书注意，万万不可出错。写对了，书会认可你；写错了，书会吃了你。他好强，我在他面前完全没有任何抵抗之力。警报！市里第3中学发生妖魔入侵事件，请立即前往支援。不敬者跪。快结阵，救人！礼崩乐坏，当以戒尺正之。不跪者死。不能出错，那必须先挑熟悉的。《论语》啊，这个我熟。见圣贤，为何不跪？圣贤之书，不是让人下跪的。不跪，便是不敬。学而时习之，有朋自远方来。礼就是尊卑，仁就是服从。后世之人，你敢说你比圣贤更懂礼？后世之人，你读《论语》读到了什么？读到了仁，也读到了礼。何为仁？人不是高坐堂上让别人害怕，人是看叫人，看见众生的苦，看见众生的难，也看见众生的尊严。那何为礼？尊卑、服从、跪拜、戒惧。礼不是把人压低，礼是让人知道分寸，知道敬人，也知道自重。若礼只剩下恐惧，那就不是礼，是枷锁。众生无礼，皆当跪。不好，他越来越强了。没有畏惧，何来礼法？没有尊卑，何来秩序？后世之人，若礼被误作枷锁，若人被误作软弱，若读书人只会借圣贤之名折人脊梁，你当如何？那就把被误解的字重新读回来，把被歪曲的道理重新讲清楚，
让后世知道，华夏传承的礼不是让人跪，是让人知敬尺知分寸。华夏传承的人不是空谈，是爱人、成人、利人。仁者爱人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后世审验，受教。此书不该被邪物借名，此道不该被后人误作锁链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礼非破人之器，人乃成人之心。礼非破人之器，人乃成人之心。仁者爱人，人能弘道。谁敢改礼？礼就是畏惧，礼就是服从。礼非破人之器，人乃成人之心。又是那股力量。认了，这次应该没写错。他认了。100万！支付宝到账100万元，又是100万，赚钱真容易。永远牢牢记住，书认你才算写对，书不认，写下来就会反噬你。保持敬畏，你才能活得更久。下一本未必这么顺。沈燕，我跟你说，最近真不对劲。又怎么了？医院、动物园、档案馆，还有第3中学，全都出事了。网上视频刚发出来就没了。有人说是镇魔司封锁了消息。镇魔司？专门对付妖魔的。我就说吧，妖魔现世了，世界末日真要来了。你少喝点，越说越离谱。我没吹牛，你别整天当书呆子。世道真变了。沈先生，第3中学还有魔物残留，我们清理不了，希望您能帮助我们。沈燕，他们找你？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你竟然有特殊能力？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那些残留魔物还在影响学生。我先去看看。不是，你真去啊？我也想知道，到底怎么回事。跪下，无礼，当罚。这里还有东西。戒齿魔已经消失，但残留污秽还在，靠近的人会被逼着跪下。我们用阵法压不住，只能暂时封锁。跪下！沈先生，这不是礼。礼以敬人，不以辱人；人以利人，不以贵人。
多谢。我刚才真的做到了。你还认为自己是普通人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些妖魔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沈先生，你现在知道，我们不是在开玩笑。我知道了，但我也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。继续。从我入职那晚开始，我就不断看到管事，书会自己翻，书里会有人喊我。我看书，会像进到另一个世界，有时还能看见古人留下的影子，并与著书的作者进行对话。我一直分不清，那究竟是我看书太入迷产生的幻觉，还是真的。我写下的注释，如果那本书认可，秦兆业就会给我100万。时间对上了，你每次看书注书之后，外界妖魔就会消散，所以魔物的源头可能就是那座图书馆。我得回去问清楚。我们会帮你查这座图书馆。如果那里真是妖魔源头，我们不能放任不管。现在不能乱来，先查，有危险立刻联系。好，我回图书馆，你们查外面。我们互相交换消息。无登记建筑。不可能，我们亲自进去过。权限不足。沈燕，清北大学古典文学毕业，曾被评为清北大学优秀大学生，号称当世年轻一辈古典文化研究第1人。关联绝密项目，权限不足。他的资料，我们也没权限。非法访问绝密工程档案，检索已终止。手藏，这是什么？局长，旧城区图书馆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查到不该查的东西了。那座图书馆本就是为了妖魔而建。几十年前，妖魔第一次大规模入侵，镇魔司负责外界作战。可我们很快发现，有些妖魔是杀不死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外面出现的只是魔躯，真正的根藏在古籍里。那些古籍乃是上古先贤智慧的结晶，凝聚着上古先贤的毕生智慧，汇聚天下之灵气，乃世间无上珍品。可随着时代远去，渐渐无人再读古籍，无人能懂书中的思想。特别新时代来临后，受各种思潮冲击，古籍中的内容更是再无人问津，甚或被曲意误解。人心中的魔念与书中的传承相撞，天长日久，就会生出各种书写，这便是世间妖魔的源头。所以医院、动物园、档案馆、学校那些妖魔，都是从图书馆逸散出去的魔。书里的根不清，外面的魔就会不断出现。国家建立那座图书馆，第一是收容，把已经生邪的古籍的集中起来，避免流落民间；第二是镇压，由守藏人维持规则，压住书中邪灵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传承。封印不是最终目的，中华文明不能永远被锁在禁书库里。国家要找的不是看守者，是能真正读懂古籍的人。这些年，国家找了无数的专家、教授，以年薪1000万甚至更高的薪酬招聘人员，让他们入馆读书。但很多人连第一页都撑不过，听书声会疯，碰邪书会死，夜里读不懂书会被书堵，写错注释会生出新的邪。沈燕活下来了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可能是守藏工程等了几十年的人，是华夏文明未来的传承种子。收容生邪古籍，寻找能读懂书的人，年薪1000万。秦兆业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？你终于查到了，
所以我不是来当管理员。你是管理员，只是这座图书馆和普通图书馆不一样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遇到这些。知道，这些书本该是文明的根，可太久没人真正读它们，有人遗忘，有人误解，有人借它们谋利，有人拿它们压人，还有人想断掉它们的根。于是书中生邪，邪物逃出去就是外面的妖魔。镇魔司杀的是魔躯，图书馆镇的是书根。所以我写的那不是普通笔记，你是在替书正名，替文明去污，替后人把先贤古人真正的思想留下来。我选你，是因为你是清北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博士。你不时会背书，你能读懂书里的人，能读懂1000年前作者落笔时的心，能与他们跨越1000年对话。华夏文明传了几千年，传下来的不只是字，是礼乐，是史笔，是山海，是医道，是百工，是先民在黑暗里留下的火。可火若无人添柴也会熄，书若无人读懂也会成灰。沈燕，你的工作不是看守这些书，是让他们重新被读懂，让书邪归书，让妖魔归尘，让中华文明继续传下去。从现在开始，旧城区图书馆列为最高协作目标，不得擅闯，不得干扰，不得外泄。镇魔司负责外面的魔，图书馆负责书里的根。沈燕是守藏工程局目前唯一成功的解书人。明白。我一开始是为了钱，后来是为了不死，再后来，我想知道这座图书馆里到底藏着什么。现在我知道了，这里藏着中华几千年的声音，也藏着后人欠他们的误解。我会继续读，继续写，继续注释。不过钱也要照给哦。放心，一本书注释1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后世之人，你真读得懂吗？读了才知道。天命已改，天命已降，众生俯首。封锁广场，救人！太强了，完全斩不动。他不是压身体，他在压人的心念。逆命者皆为罪名。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上书残卷。违天命者，当诛！天命在上，万民当服。这不是天命。后世之人，你也敢违天命？天命降，不可违逆。不准跪！醒过来！他还在变强。天命不可问，天命不可逆，天命所至，万民皆臣。不对，上书写王命，更写民生。后世之人，你读到了王座，可曾读到王座之下？你读到了天命，可曾听见民生？还饿死，我还听得见吗？
贵者生，逆者死。罗青，护住人群！你要干什么？天命在我，万民只需顺从。若天命只在王座，亡国之时，为何先听见民哭？民为邦本，入口！天命不是让万民俯首，独到民，方可谈命。天命不在诏书，在民心。天命在上，万民只配俯首。你口中的天命，只听见王座之言，听不见万民哭声。逆天命者，当诛。民心所归，方为天命；民心尽失，便是命绝。后世之人，你读到了民，便读到了命。违命者，死！要杀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魔气还在上涨，再这样下去，整片广场的人都会被他彻底控制。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天命非令万民俯首，乃只系万民之心。不可能！天命不可违。天是自我，民是自我，民是天听自我，民听。又是他！这种力量根本不是真魔术，不只是被斩杀，连根源都消失了。好险，差点没压住。认了，又赚了100万，完全消失了，不是被打散，是源头没了。我们平兵拖了一夜，他一句话就结束了。我们一定要保护他，绝不能让他出事。甲子1号级别的魔躯，镇魔司正面无法斩杀。从今天起，旧城区图书馆的优先级再提1级，所有魔躯情报第一时间整理，但不得擅自进入图书馆。明白。外面的魔我们拖住，书里的根交给沈燕。他现在已经不是普通协助对象，是守藏工程最关键的人。甲子1号认了。那这本怎么算？照旧。这可是甲子1号，我差点被他按死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行吧，至少没少。你能让甲子1号认可，从今天起，你的身份就不同了。什么身份？以前你只是管理员，现在你是候选解书人。我可以考虑承担。先别高兴，候选不代表你已经安全，只代表接下来你将面对更多的危险。甲子1号认你，其他书也会知道，有些会等你读懂，有些会等你写错。写错会怎么样？一字之错，后患无穷。今晚别逞强。更多书会盯上我。人生皆苦，不如不喜。别碰，强行唤醒会伤魂。那就只能看着他们睡死。不是睡，是灵魂被困在梦里。屏息，所有人后撤。醒着太苦，不如不醒。封锁医院，不能让它扩散。人生皆苦，不如不醒。这谁写的？
怨气这么重？不对，这是……你本该这样，不用冒险，不用守夜，不用替那些书承担什么。醒着太累，读懂太苦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再不想办法阻止，整座城所有人都会睡过去。这些人，他们只是累了，我给了他们一个好梦。你也该睡了，人生皆苦，不如不醒。醒着太苦，留下吧。你本来可以这样活，何必醒来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人也撑不住。不能强行唤醒，灵魂会碎裂。所有人撤到3层外，守住隔离线。人间皆苦，梦中无忧，为何不睡？梦不是错，可若永不醒来，那不是逍遥，是逃避。后世之人，你见蝶是蝶，你见梦是梦。梦可以是真的，苦也可以是真的。那你为何要醒？醒来便有痛苦，醒来便有责任，醒来便要继续面对那些邪书，担负起拯救天下的重任。你本可以做一个逍遥人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。沉睡吧，可怜的人，沉睡吧，享受睡下的快乐。我不是不想轻松，我也怕死，也想拿钱走人。可我已经看见了，那些书里不只是字，还有人，有人唱过，有人写过，有人记过，有人把1000年前的声音留到今天。你求逍遥，是想不被世事困住，还是想从此不问人间？不问人间，才是真自在。不，逍遥不是弃世，不是把眼睛闭上，不是把苦难当不存在。逍遥是身在世中，不被名利御使，不被恐惧驱赶，不被痛苦困死。梦可以入，人间也要回。既知梦，也知醒，方可言逍遥。别睡，都别睡！醒来有什么好？人间皆苦。人间有苦，也有人愿意醒着，因为醒着才能改变，醒着才能回家，醒着才知道自己是谁。梦中有蝶，醒后有人。逍遥非弃世，乃不为物役而自持。人间皆苦，为何非要醒来？选一扇门，你就不用再回去了。梦再好，也不能替人活。不许有反应！谁在叫醒他们？梦中有蝶，醒后有人。人生有苦，所以更要醒着，醒着才知道苦从何来，醒着
才知道路往何处去。逍遥不是不醒，是不被梦困住。你会后悔醒来。逍遥非弃士，乃不为物役而自持。不要醒！他消失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又感知到了图书馆内卫的气息。是他出手了？错不该抹掉，得留着，提醒后面的人。认了，这回应该也算一本吧。你没有抹掉它。不能抹，错也得留着，留给后面的人看。那钱呢？醒着也挺好，至少还能收钱。和之前一样，魔区消散，根被清了。我们打了一夜，也没有能奈何这邪魔半分，还是得他出手。规律已经很清楚，外界出现魔区，我们围剿、封锁、救人，但只有沈燕在图书馆著书，才能从源头斩魔，魔区才会彻底消失。从现在起，所有疑似古籍类妖魔事件，第一时间上报，镇魔司必须给沈燕争取时间。但我们还不知道下一只会从哪里出来。消息泄出去了，不是一般的泄密，是有人在利用传闻做流量。恐怖、国风、古籍、神秘组织，这几个词放一起就是爆款。赵教授，你负责给他一个文化外壳。经典不好懂，但可以讲得好卖，有流量。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。我们做视频就靠流量活着，只要有流量，您想怎么曲解就怎么曲解。读经典，不要读它的原意，要读它能不能为你所用，断掉多余的解释，留下最有用的部分，使经典为我所用，这就是经典的意义。你看这个，现在网上都在讲国风灵异，这教授说的可火了。这不是解读经典，这是断章取义，这会祸乱世间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经典最怕的不是没人读，是有人只截一句，拿来骗人。你最近说话越来越像国学大师了。我们要让古籍火起来，让传统文化重新变成年轻人的狂欢。接下来，请赵教授为我们解读第一句核心古训。前文不要，后意不要，只留我想要。古人说了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爆了！这才是真正的古籍复苏。前文不要，后意不要，只留我想要。别停，镜头别停，这都是流量。封锁会场，切断直播。闭嘴！别乱砍，它能剪断一切有形无形的东西。断一句，乱一心；剪一字，杀一人。不能直接打，他每剪一句，观众心智就乱一分。我们攻击越强，他剪得越快。
他没有完整形体，全是断开的念头，根本抓不住。请救人！可杀当服，不可问。前后文都没了，这不是乱剪吗？春秋，春秋，断章取义，断一字，杀一人，前一句乱人间。前因不要，后果不要，只留我想留的字。字不是这么用的。后世之人，你能补全几句？前因不要，后果不要，只留我想留的字。杀，一个字离了前后，就能害死人。那就全剪了。醒醒，看看你在做什么！不能让他继续剪。他剪的不是纸，是人的理解，热度还在涨，这流量炸了！史官，后世之人，你以为一字之重，重在锋利吗？一字之重，重在不使是非无名。你补不完，世人只爱听半句。之笔不是拿字句玩弄人心，是乱世之中，让人知道谁做了什么，谁该承担什么。若全是改前因，若流言减后果，若后人只取半句，你当如何？那就把前因接回去，把后果补回来，让一句话重新成为一句话，让一个字重新担起是非。能知此，方可落笔。只留半句。不，他们只想听半句。我刚才怎么了？我怎么在这儿？不该不全，不该一字非为苛刻，乃乱世中不令是非无名。封锁现场，所有视频全部清除。这东西还真能靠半句话杀人。断章取义，本来就是杀人的道。我是主办方，你们凭什么封我的发布会？今晚的古文解读是你设计的？是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只是把它讲得更容易传播。你剪掉的不只是前后文，还有人命。一字非为苛刻，乃乱世中不令是非无名。春秋认了，钱我转给你了。春秋这种书，一字落错，后患无穷。我知道，有些字不能乱剪。昨晚万象文化发布会出大事了，视频刚传出来就没了，全网都在删。你认识？赵启明，我以前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他。那个赵教授，他现在可火了，全网都在看他讲国学。他以前不是这样讲述的，这是为了钱吧？昨晚直播数据被清空，相关视频也被全网删除。要不是有人保我，我都会被抓进去，再也出不来了。国学解读这条线先停掉，换个方向，古方、秘药、养生。医术不能乱讲，那就别讲医术，讲情绪，讲焦虑，讲长寿。这是我们复原的1000年古方，古人用了上千年，安全、天然，有奇效。下单了，给我们买10多了，终于找到真古方了。不是普通中毒，解毒药完全没反应。毒气已经进魂了，普通解毒没用。源头在哪儿？
仓库区，我记得那里最重。古方秘药，包治百病。后退，不要吸入毒物。药入炉，人入药。退回来！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照脚本卖货。这些药包全被污染了。《本草纲目》医书，这书像中毒了。撑住！死不了。药成，全城共饮。还要把毒物散进城市水网，那里有全市的供水主管道。拦住他，不能让他出仓库。是。包治百病，古方秘传，药到病除，延年益寿。这是骗人命的东西。药不虚辩，信便可医。医书不是神话，药也不是向神仙许愿。信我，便可医百病；信我，便可得长生。医治不死病，药救有缘人。世间又岂有长生不老之人？不能让他出去。阵法撑不住，他的毒已经开始入魂了。快想办法！信古方，不问真假；信秘药，不问生死。《本草纲目》乃是传世经典医书，不是拿来卖神药的。药有寒热，草有毒性，医者落笔，先问性命。真正的医书，不是让人盲信，是教人辨别，辨药性，辨毒性，辨真假，辨能不能救命。后世之人，若有人借医书之名以假药害人，你当如何？辨为救命。血压在掉，呼吸不稳。所有解毒方案都失败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毒？古方不错，行者得救。你不是古方，你是伪药。医术之贵，不在称奇，在辨真伪，救性命。我的药，我的炉。医书之贵，不在称奇，在辨真伪，救性命。毒退了。心力回来了。这本也认了，医书救命，真不能乱写。陈医生，12床醒了，生命体征稳定。不可能，这种恢复速度，医学上解释不了。陈
林生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忘过什么。顾总，发布会刚出事，养生项目又出事，我们不能再陪你赌了。事情还没查清，现在撤资，你们会后悔。我们已经决定了。一群蠢货！我早说过，医术不能乱碰。赵教授，现在来装清醒，晚了。顾总，外面还有记者，监管部门的人也来了。把记者都拦住，监管那边法务去拖。可是没有可是。顾行舟，你该停了。停？我现在停万象文化就晚了。赵教授，你要是怕了，可以走，但别忘了，那些项目上也有你的名字。顾先生，你是谁？在下东瀛玄武社的新一任社主，神宫四压。我没什么耐心，我现在没兴趣见什么东瀛人。那如果我给您流失海外的华夏兵书残卷呢？这东西是真的？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所有人都会相信它是真的。这是什么？海外回流的华夏兵书残卷。不对，这卷书不能对外公开展示。为什么？东瀛人绝对不安好心，我在这卷里隐隐能感觉到一些邪魔之气。你们华夏自己的兵书，难道还怕看？兵书、战争、谋略、热血，这比国学解读和古方养生更有传播力。你疯了！你前面已经出过2次事了。正因为前面出事，这次才必须赢。残卷配虎符，展览才完整。失路100年的兵家下残卷，一卷天下胜负。这一次，我要让所有人重新记住万象文化。你们听见了吗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快了。失落100年的兵家残卷，今日重归华夏，让我们共同见证古兵法的锋芒。有人说万象文化不懂传统，今天我要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传统不只在书房里，也在战场上。兵书残卷来源不明，青铜虎符没有入境登记，神宫四压也查不到完整身份。那还等什么？直接抓人！展馆里都是普通人，先控场。有杀气，藏在展品里。全员戒备，不要让虎符离开视线。沈燕，我抢到票了！我为什么要去看这个？你是文学博士啊，这种展览不就是你的主场吗？我是文学博士，
不是免费讲解员。走吧，听说还有失传兵书和虎符，你不去点评两句，不浪费吗？你就是想让我给你装文化门面，嘿嘿嘿，被你发现了。这不仅可以啊，还挺热血。沈烨，赵教授，我找你很久了，你帮我看一眼那卷残书。你还认识赵启明？出什么事了？这不是普通兵书，我觉得肯定有古怪。字缝里有血气，你也看出来了？什么血气？赵教授，你带人围在这里做什么？顾行舟，现在停战还来得及。外面几百万观众在看直播，你要我现在停？这卷书不干净。又来一个专家，你们除了说危险，还会说什么？会出事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揭开本次展览最重要的展品——海外回流兵书残卷与青铜虎符。不能接！开始。沈烨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兵者，杀也。沈烨，这次是真的妖魔啊！闭嘴，往后退。你不害怕吗？我退。力气这么大。他在把展馆变成战场，杀气太重，不能让观众继续被侵蚀。沈烨，你到底走？读书人也配谈兵？沈烨，退后！你到底放出了什么东西？你不是想让兵书火起来吗？这不是我要的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有意思，这里竟有能压兵书战役的人。拦住他！兵书不是这么读的。沈烨，你真会法术啊！现在是问这个的时候吗？这东西太硬了。闪！他把所有力量都转成了杀阵，阵法压不住。读书人挡不住兵锋。仁者爱人。民为邦本。你
别硬撑啊！闭嘴，越吵越像遗言。你到底在图书馆里得到了什么？他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但他读过真正的书。你快让那东西停下！顾先生，冰火祭起，岂是你说停就停？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被拖进战场换境。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兵者，杀也！强者胜，弱者亡。这不是兵书本意。胜者为王，兵书只论胜负。错，兵书论胜，更论代价。兵不是逞凶之器，不是侵夺之名，不是杀戮成就物业。何为上兵？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胡言！兵者，杀也！真正的兵道，不是弑杀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慎战，是止戈，是护民。知兵者，不轻言兵。兵书不是教人好战，而是教人知战之重。战役又起来了，普通人撑不住。别让他靠近神焰！撑不住了。读书人也敢挡兵锋？兵者，不为逞凶，不为侵夺，不为杀戮成名。兵者，不得已而用，为止乱，为护民。只能靠他了。胜才是一切，败者无名。胜而百姓尽死，不是胜；胜而山河皆焚，不是胜；胜而天下只剩仇恨，更不是胜。何为上兵？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兵就是杀。兵之极，非是杀也，慎战止戈，以护万民。兵不该止。你竟然能杀得了妖魔，你有异能？侥幸而已。以前我以为你只会读书，读书也挺累的。原来你真的读懂了。神宫寺鸦呢？我不知道会这样，是那个东瀛人，是他给我的东西。你不知道妖魔，但你知道这些东西来路不明，你只是不在乎，你只在乎有没有流量，能不能火。这是神宫司鸦留下的资料，他们不是想办展，他们想把华夏兵书扭成杀戮之书，他们要毁的是典籍的本意。追查神宫司鸦，绝不能让他离境。冰火被震了，残卷之魔也进化了。想不到华夏竟还有这样的读书人。
真正能传承文明的人。很好，下一次我会亲自试你的书。你真把它镇住了？我看起来像没镇住吗？我是说，你在外面也能镇。我也是刚知道。还能走吗？能。但如果这是出差，你镇魔司报不报销？我兄弟会发光，我兄弟拿笔打妖魔，我兄弟是图书管理员，这3句话为什么能同时成立？普通目击者记忆处理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停！他尸骸里有兵书经过，应该是沈燕刚才护人时留下的，强行封印会伤害魂魄。我现在是不是还能算人？记忆不能封，那就签保密协议。我真只是来看展的，谁知道我兄弟突然就会发光了！我以前只知道他读书厉害，没想到他是真的读懂了。神宫四鸦留下的资料呢？都在这里。残卷来源、展览计划、联系人，还有他让我看过的几份东瀛玄门社资料。他不是随便投放残卷，每一次都在测试华夏典籍的不同根脉。人呢？神宫四鸦已经消失，展馆周围所有监控最后10秒都被黑雾覆盖。他身上有遮蔽天机的残液，暂时算不到。继续追，他已经知道沈燕在场，不能让他靠近旧城区。沈燕，清北古典文学博士，旧城区图书馆管理员。一个图书管理员却能镇住兵书残卷，这个人是华夏文脉所在，是华夏文明传承的关键。要断华夏文明，就必须先杀了此人。沈燕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跟兄弟解释的吗？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能发光，为什么会幽妖魔，为什么我看个展还要签82页保密协议？你运气不好。这是解释吗？今晚看到的一切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懂，说出去要坐牢是吧？比坐牢严重。我闭嘴。外面的书带回来也有反应，以后麻烦更多了。李白，天生我材。这本书被人动过手脚。千年藏风诗会海外回流，李白残诗首次公开，今夜全网直播。天生我材。李白的诗。天才真的有用吗？还是只是失败者的幻想？我画的不好，我不该考。所谓有才，不过是自我感动。我不配。天生我材，如果无人用你呢？该你了。我不练了。你练了半年啊！不伤人，也不控制身体，他们都很清醒，但目标行为全部是放弃。究竟是什么魔影响了他们？去查诗会主办方，今晚之前必须找到残叶来源。沈燕，你看这个，这不是李白的意思，又出事了。
我就知道，我以后真不能刷短视频了。李白华夏诗仙，豪情千年，那就看看少了后半句，还能不能撑起人心。天生我材今晚我们不讲天才神话，不讲虚假的豪情。所谓天生我材，究竟是千古豪情，还是失败者自我安慰？残页画面已经接入直播。接下来，请大家见证这页海外回流李白残诗。天生我材，可若无人用你呢？才可生，用何在？无人用，便无用。马上切断直播。他在借直播扩散。我先砍了他！停手！他把自己的邪气和人的志气连在一起了。那怎么打？先护人，不能强攻。不用，不配，放弃，无人识你。画不出来，就是没天分。我不配。梦想越大，摔得越碎。兄台，可会吟否？李太白，既使我名，便上传。天生我材，无处可用。兄台，既上了船，便莫只看水，看山。这是我走过的山河，也是诗里留下的山河。不能砍，不能打，那就只能看着他害人。先切断直播源，再把残尸斩跪隔离。他借残尸和直播扩散，不能让影响继续外流。一队撤人，2队封屏，3队跟我压住斩跪。天地为席，江月为灯。若无一剑一酒，怎装得下万里河山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原来诗里山河真有这样的气象。直播无法切断，他不是单点扩散，每个看过残尸的人都在帮他传。才华若无人看见，便是笑话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这是1000年之后，你的诗还在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1000年之后！我本以为诗入长风，不想1000年文气尽散神州。师兄，后人既还送我诗，可人还敢抬头看天？他不让我们碰残页，有效，但只能压住一部分。继续加固，今天就算封不死，也不能让它扩散出会场。他们会失败，会被嘲笑，会无人识才，豪情壮志有什么用？你给了他们梦，也给了他们痛。沈兄，你读我诗，可读到有用2字？我以前读到的是豪情，现在看见的却是不平。
污染已经进直播弹幕了，不能只封现场，要切断平台流量。请求切断所有转播链路。别看屏幕，看我。可是他说的对，我没有用。你画过，这就不是没用。豪情有什么用？诗又能换来什么？无人识你，无人留你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你不是没有痛，你是痛过之后仍不肯低头。碎了，都碎了。碎了还能拼，先出去。不配拿。配不配？出去再说。现在跟我走。你自己的东西，别让妖魔替你扔。失败还会再来，嘲笑还会再来，无人用你，你便无用。我明白了，说来听听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不是说人生一定顺，也不是说才华一定立刻被看见。是人在无人用我时，仍不能自弃；在无人识我时，仍不能自荐；在一时落魄时，仍不能先把自己判成废物。好，沈兄，懂我半分了。有才无用，有梦无用，豪情无用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天生我材非许人必胜，乃使人不自弃。污染减弱了，不许回来！切备用电源，所有屏幕断电。不是普通电源，它已经附在文字传播上了。那就砸屏！有才无用，有梦无用，抬头无用。沈兄，你看这姜，黑得像墨。既是墨，便拿剑劈开。别看屏幕，看我。可是他说的对，我没有用。你画过，这就不是没用。沈兄，剑不是只为杀人，剑是胸中不平气，是人到绝处，仍不肯低头。沈兄，这剑斩不得人，只斩那句让人自弃的话。你没有用。污染密度还在上升，再这样下去，现场所有人都会被折制。继续救人，一个都别放弃。他们会败，会痛，会无人识，你凭什么说有用？有用，不是只有功成名就才算。乖倒再站起来，无人看见也继续走，被嘲笑也不自弃，这口气在，人就还没有输。好，沈兄，斩他！天生我材，非许人必胜，乃使人不自弃。我还能画，我还可以再来。不该回来，那3个字不该回来。有梦便有痛，有才便有苦，何必抬头？痛不是你折断人的理由，苦也不是人自弃的理由。人生天地间，岂能只低头看你？自当察宇宙之大，觉盈虚之无穷，逍遥天地任我行。结束了，污染停止扩散了，诗意回归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诗可成剑，文气可杀魔。这个沈燕当真如此厉害吗？华夏有此人在，文脉如何能断？此子绝不可留。诗仙的残尸都没能杀掉你，那下一盏茶，便看看你怎么饮。污染被展开了，根不在现场了，这些残尸已经干净了。封存，带回镇魔司。这次不是我们解决的，但至少我们把人保住了。山河还在，诗也还在。沈兄，替我看看后人，莫让他们总低头。他们还会读你的诗，也会记得抬头。
那便好。1000年之后，仍有人敢说有用，这酒便没白饮。青莲一剑，照见1000年文气。李白，他不是只会喝酒，他是把一口气留给了后人。你可算出来了！刚才网上那个青莲剑光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是不是见到李白了？真的李白？他长什么样？有没有很能喝？有没有教你剑法？你问题太多了。废话，我朋友疑似和李白一起砍妖怪，我能不问吗？他很豪爽，也很孤独。真见到了？我这保密协议签得真不错。这次没死人，但差一点，很多人会亲手毁掉自己。失忆化剑和以前都大不相同。应该还是沈燕帮了我们，神宫世压恐怕也知道了，我们必须尽快将他找出来，防止他对沈燕下手。诗会主办方背后有一层空壳公司，再往下查，线索断了，继续查，他不会停。你怎么又在这儿？等你下班。我下班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出门风险太高，作为签过保密协议的人，我有义务监督你。我去旧书街取一本修不好的线装书。旧书街听起来就像出事地点。你现在看什么都像出事地点。这不是被你连累的吗？沈博士，你这书修好了，纸太脆，翻的时候轻点儿。修得不错。这本没问题吧？什么问题？他最近精神不太好。谁精神不好？快躲雨！别乱跑！还好有家茶馆。刚才这里有电吗？有吧，我刚才没注意。这地方怎么这么安静？完了，这不是茶馆，这是副本。沈先生，请坐。他认识你，看来不是偶遇。外面雨大，二位何不先饮一杯茶？茶未入口，人已经凉了一半。沈先生很会看茶。不是我会看，是你这茶太不像茶。哥，他们像被格式化了。华夏有茶，东瀛有道，茶之精神忠诚于东瀛。这话谁教你的？茶在华夏过于市井，柴米油盐迎来送往太杂。茶若想至清，便该断情绝欲，远离人间。沈燕，我手自己动了，别喝。茶之极，断情绝欲。周阳，我不怕了。茶可清心，亦可绝情。茶清，请沈先生入茶。周阳，兄台，先后水开。外面有人出事，我没时间等。心急水变乱，水乱茶
茶便浊。情为扰，惧为扰，喜怒皆为扰。不怕，不急，也不用挂。你到底要我看什么？看水。茶从山中来，先有水，再有火，再有人。若只求清，山泉最清，何必煮茶？他在看茶，那便让他看见更清的茶。茶之极，清寂无情，情会乱心，热会灼茶。人间越远，茶越纯。茶可清心，不可冷心。心有悲喜，何来清？悲喜在，人才在。此物也是茶，算吧。茶道还在，只是加的颇多。一盏茶若还能暖人，茶便未死。我刚才要喝什么？不该有热。茶不是把人情洗掉，不是做到高处，让自己什么都不在乎。有情便有乱，有牵挂便有苦。清醒不是冷漠，平静不是无情。茶从山野来，也要回到人间去。茶凉可再温。我刚差点喝了什么东西？茶不该热，心不该热。茶局未散，沈先生走不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！门呢？我们怎么出去？沈烨，这茶馆连门都没了，这算消防不合格吧？门不是没了，是被他藏起来了。茶席既开，客人未尽茶意，自然不能离席。热会散，情会乱，清寂之茶不该有人间温度。沈博士就是往那边走的，他朋友也跟着。没有静电画面，人就没了。这里有残液空间反应，不是普通结界。封锁旧书街，找入口。他们又不对劲了。沈先生能温一盏茶，能温满室茶吗？你学了茶，却不知道茶是给人喝的。茶若只为人情，便永远登不上道。离了人，你的道只剩空壳。符纸失效。残液空间在移动，它不是固定在墙后，像一间被茶烟包住的屋子，在雨里飘。那我劈开。不能硬劈，里面可能有普通人。找到了，入口在余影里。准备破门。神宫先生，就是他，那个被通缉的东瀛人。沈先生，我们终于能安静说几句话了。你不敢真身来。镇魔斯丁的太监真身现世，这盏茶便喝不安稳了。你这也配叫喝茶？我只是想看看
华夏所谓茶道，如今还剩几分？你看，华夏有茶，东瀛有道，散入市井的东西，如何称得上精神？茶道贵在清寂，华夏茶俗，不过柴米油盐迎来送往。柴米油盐才是人间。陆羽写茶，不是把茶供上神坛，是把茶从山野写入万家。学茶无错，发展无错，但学了之后反过来断源，这叫偷。开！通了，进！别动！你们终于来了，我以后真的只喝白开水了。神功是鸭。沈先生，你不只会镇魔，你还会把书读回人间。你是当今华夏真正的读书人。藏头露尾的家伙，不配和我谈读书。下次换真身来。会有机会。下一卷没有作者。他竟然找到了你。他刚才说，下一卷没有作者。没有作者。我听见了，别说没有作者，没有茶馆，没有门，我都害怕。伪本，这不是完整文字，像很多字被拆开后拼出来的。儒、兵、法纵横的字根都有，但拼得很乱。神功世牙说下一卷没有作者，什么意思？可能不是残卷，是伪本。伪本也能出事吗？真书读错会生邪魔，伪书传开会乱人心，人心若乱，邪魔自生。伪书的邪魔只会比真书更难对付。内容已经准备好了，10分钟后全平台同步发布。真书有魂，伪书没有，所以更容易装下人心里的欲望。真正的古人从不讲善良，只讲掌控。这本书告诉你，仁义只是工具，胜负才是本质。用仁以治人，施恩以育众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个我帮你改了下，你看看。受人之恩，必图其用。你帮我，是想让我欠你人情吧？别装了啊！管理不是感情，管理是制衡。同事不是朋友，下属不是伙伴，都是棋子。上者育人，下者信人。又是书魔，不是实体书，是电子版，传播速度很快。没有书根，到处都是。联系沈燕，这次可能不是普通书写。这不是书，那是什么？拼诗。他把不同典籍拆开，拿走前后文，只留下最能勾人欲望的部分。没有作者，没有本意，没有一颗完整的心。群书砚塔。用人育人，胜者治众弃信。我无法进入书中世界。你不是早就到了著书之境吗？为何进不去？因为没有作者，他没有路，只有碎片。这东西不能靠读懂，得拆穿。没有作者，就没有魂。没有魂，便人人都能往里塞自己的欲念。沈燕，这一卷你要怎么读？视频删一条，马上就有10条搬运。电子书链接已经扩散到上百个群。直接封平台不行吗？能封，但它已经变成话题了。越强行压，越有人觉得这是真东西被封杀。这玩意儿我昨晚也刷到了，评论区一堆人说看完开悟。你看了吗？我现在看见古籍2个字就手抖。你说它不能靠读懂，
那怎么破？拆书。如果只发澄清文章，传播速度太慢，要不直播？他怎么火的，我们就怎么拆。短视频直播切片，直接当场打脸。可以，但沈燕不能露脸。神宫四丫已经知道她的公开身份，再露脸会更危险。黑屏、变声、只讲书。人越来越多了。第一句，用仁以治人，施恩以育众。这句不是古文，是现代人把几个词儿拼出来的假句。他借了儒家的仁字，却删掉了人的核心。人不是控制人的工具，仁者爱人。什么啊？仁者爱人谁不知道？那你说后面呢？继续拆。他把人拆出来，再接上治人，看似古意深沉，实则偷换概念。老师，他说这句是拼的，不要被带节奏。真正的古籍，现代人未必看得懂。这一句同样不是古文，他模仿古文句式，但语法、生词、思想逻辑都对不上。他伪装成古人智慧，实际上传递的是现代焦虑，把信任说成愚蠢，把利用包装成清醒。好像有点道理。这书真是伪造的？不可能，我刚花钱买课。风向有点变了。第三段，这句话的问题不只是伪造，而是他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善意都解释成利用。一个人若读完一本书，只学会怀疑所有善意，那不是开悟，是被污染了。今天，对不起。相关话题被带偏了，很多人开始质疑太玄兵策来源。他没有作者，没有上下文，没有时代，没有一颗完整的心。你不是在读书，你是在拆书。官方走狗，古籍被封杀了，不敢露脸就是心虚，大家去备份原书。越拆越说明是真的。水军来了，正在限流异常账，但他们数量太多。有人说我不露脸，所以不可信。没关系，我不需要你们信我，你们只需要看原文。他说这句出自孙子，但孙子原文没有这句。他说这句出自论语，但论语原文意思正好相反。他说这是失传密意，但他连基本出处都编不圆。老师，你说这句出自孙子，原文在哪儿？他说论语意思被你反着用了。你们不要断章取义。到底谁在断章取义？真正的古籍有来处，有上下文，有作者留下的心，而这本东西偷字、偷句、偷名，再把人的欲望塞进去，它不是古籍，是伪本。传播链断了，伪本热度正在反噬。你能镇魔，能论道，还能破伪，那就看看你能不能破掉后人对古人的傲慢。按您的安排，今晚先放出舆论视频，明早投放残碑斩。诗能成剑，茶能回人间，伪本能被拆穿，那这一次就让他们自己怀疑，华夏古人到底有没有求真之心。很多人锤古代科技，但真正翻开古籍，里面全是怪谈迷信、牵强附会。所谓梦溪笔谈，真的是科学著作吗？还是后人强行包装？水怎么飞起来了？请向左转，请向右转，请掉头。这导航疯了吧？老师，指针坏了。都离桌子远点。这次是空间妖魔，不像空间异常只是表象，所有异常都和观测、方向、影长、磁针有关。他在扰乱人的判断，让水不按水流，影不按光走，真不知南北。先封锁异常点，学校、路口、展馆全部派人，别让普通人靠近。不对，这张拓片被动过，观测乱了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燃油泄漏。燃油泄漏能让车飞？你想听真的？异常还在扩大。
今日影长，较昨日短3分。沈括，兄台也姓沈，既同姓，不妨帮我量一量影长。你不问我从哪儿来？先量错了，问了也无用。这份专注，不愧是沈括。指南，兄台认得？1000年之后，人人都靠这个辨方向。人人？原来观天真可至天外，那这一笔更不可乱记。求真，那就让他们看见，所有记录都可以错。2尺7寸，再量一次。刚才不是量过了吗？只量一次，怎知不是眼误？你一直这样记？不记便只是看见，记下才可比较。这些都是你自己测的？有我所测，也有前人所记。前人可敬，但前人也会错。敬前人不是照抄前人，是接着看，接着量，接着问。不是单一异常，它在同时干扰观测结果。它不是让东西乱，是让人分不清什么才是准的。老师，影子为什么不跟着桌子？别看！封锁不够，先把实验楼清空。测什么，记什么？古人不过观意记怪，哪来求真？这就是污染源。后人只需一句“古人迷信”，你们1000年记录便皆成笑话。记录不可乱。我手机坏了。所有人退到第2警戒线，别看水面倒影。能要多久？不知道，先压住。后人已至天外，也仍要量。兄台，他们可还会错？会，那便还要再量。看见了吗？观测会错，记录会错，解释会错，既会错，便不可信。会错，所以才要求证；会偏，所以才要校准；会疑，所以才要记录。古人观天，不是因为自以为全知，正因为不知，才抬头。邪，古人只会记怪，何来求真？异常消退了，万象被压回去了。既然后人已至天外，便莫忘最初仰头看星的人。会记得。那便好，这一夜所见也该记下。你连这个也记？见义不记，岂不可惜？不是影，是看清了。沈燕，网上有人冒充你发注释。冒充我？清北博士沈燕亲著古籍，东方经典真正定本流出。清廉一见，诗可为刃。茶之清，在于绝人情。
格物求真，先悔就说。读书者当夺其意。沈燕是谁？好像很厉害。清北博士亲著，含金量很高。东方经典确实需要重新整理。东瀛那边保存古籍更多。不是单纯冒充，那是什么？有人拿我的名字给他们的解释背书。大家不要狭隘，文明不是谁先写下第一笔，谁就永远拥有解释权。华夏是源头，这点没人否认。但古籍散佚，版本混乱，注释断层，真正能让它成为世界经典的是整理、定本、翻译和传播。连沈燕这样的清北博士都承认古籍需要重新解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东方经典必须进入新的定本体系。拆我的字，改我的意，再用我的名字传出去。沈先生，您能读懂书，我能让世界读见您。今晚旧南城第3印刷厂。詹姆斯吗？神公司要约我去旧南城第3印刷厂见面。我没订过这种稿，现在没有，以后可以有。你要的不是书魔乱世，你要的是定本权，还有解释权、传播权，以及未来的传承权。我从未说过这些书源于东瀛，那太蠢。李白是华夏人，陆羽是华夏人，沈括是华夏人，你也是华夏人。可源头不等于定本，创造不等于永远拥有解释权。你们写下了这些书，但有多少残卷流失海外？有多少版本散佚？有多少人只会把它们当成景区招牌、短视频素材、流量生意？沈烨，你是例外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你来读，我来整理；你来注，我来定本。你证明华夏古籍还有活的解释，我让这种解释传遍世界。到那时，世人会记得这些书源自华夏，但真正让他们重新成为世界经典的是玄文社。你想让我替你背书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你承认源头在华夏，却要夺走定本解释和传播，让华夏只剩过去，让你们拿走未来。这不是传承，这是篡位。只要印的足够多，传的足够远，进入教材，进入数据库，进入世界图书馆，新的标准就会取代旧的源流。文明到最后，靠的不是谁先写下第一笔，而是谁能让后来的人相信。书可以传天下，但不能断其源。书有千解，不可断章；文明百脉，不容夺根。读书者，先正其心；传承者，须认其源。所有尾注都连着厂房里的印刷机，阵眼在内部。门后15步，左侧主机。破门！断印刷机！神功施压，你走不了。不对，这不是玄文社的术士。沈燕先生，初次见面。克莱恩，巴别文库亚洲区顾问。后退。神宫寺先生失败了，但他证明了一件事：华夏仍有活的解书人。你们是一伙的，合作。神宫寺先生想让东瀛成为东方典籍新的解释中心，而我们只负责建立世界标准。谁命名，谁分类，谁翻译，谁出版，谁进入教材和数据库，谁就决定世界如何理解它。你们要的不是传承，传承是情感词，我们要的是标准。不是书魔作祟，是文献封存术。
沈先生，文明从不由源流定义，靠成型的秩序与系统立足。将我华夏文明锁进玻璃展柜，强行标注新编号，这便是你口中的系统。至少，我们能妥善留存，做成任人观赏的标本。标本，亦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。奠基不是尸骸，文明更不是陈列的展品。陆队长，你们专精镇服书魔，我们专职收纳古籍文献。沈先生，巴别文库恭候你择日正式赴约。我绝不会登门。你会来的。还有许多华夏的珍本藏书，不在你们的馆藏之内，早已归入我们手中。巴别文库，方才展柜里你看到了什么？手藏。书在柜中，若无人读，亦如往。那些流逝在外的华夏孤本藏册，不能就此放任漂泊。身为华夏后人，我们理应竭尽全力，逐一寻回华夏文脉，永世薪火不绝。